好，欢迎锁定是是非非脱口秀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今天不聊别的，就聊点喜庆的、实用的。尤其是那些正在马来西亚旅游，或者打算趁着新年去马来西亚感受年味儿的朋友，可得竖起耳朵听好了。错过今天这期，你可能就错过了马来西亚最地道、最热闹的南洋新年打开方式。先跟大家说个关键信息，2026年是丙午马年，马来西亚华人新年，也就是咱们说的春节，定在2月17号到18号，农历正月初1和初2，这2天全马来西亚放假。不管是华人聚居区还是其他民族的社区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。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，马来西亚的华人新年可不是简单过2天就完事儿。从1月初的年货市场开张，一直到3月初的元宵灯会落幕，足足横跨2个月，年味儿拉满，活动多到让你眼花缭乱。不管你在吉隆坡、槟城、新山还是马六甲，走到哪儿都能被这份喜庆包裹。既有中华传统新年的韵味，又有南洋地域的独特风情，2种味道碰撞在一起，那种感觉真的太特别了。先从首都吉隆坡说起吧。作为马来西亚的心脏，这里的华人新年活动绝对是最多元、最盛大的。既有高端商场的时尚嘉年华，也有老街区的传统庙会，既有寺庙的祈福盛典，也有街头的烟火气息。不管你是喜欢热闹喧嚣，还是偏爱安静祈福，都能在吉隆坡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年打开方式。要说吉隆坡最早有年味的地方，肯定是磁场街、唐人街。从1月中旬开始，这里就彻底变身成年货的海洋，一直热闹到2月16号除夕。可能有朋友去过磁场街，平时的磁场街就很有烟火气，各种小吃、纪念品琳琅满目。到了新年，这里更是被红色彻底包裹。大红灯笼从街头挂到巷尾，随风摆动，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红色的海洋，喜庆的不行。走进磁场街，耳边全是商贩的吆喝声，游客的欢声笑语，还有时不时传来的舞狮锣鼓声，那种热闹劲儿瞬间就能把你带入新年的氛围里。这里的年货摊位密密麻麻，一家挨着一家，春联、福字、红包袋应有尽有，还有各种寓意吉祥的年花，比如金桔、桃花、富贵竹，每一盆都长得郁郁葱葱。老板们都穿着红色的衣服，脸上挂着笑容，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位顾客。除了这些传统年货，你还能买到各种马来西亚特色的新年小吃，比如果夹币、翻婆饼、蜜蜂豆。这些年饼都是手工制作的，带着浓浓的椰香和蛋香，咬一口酥脆香甜，是马来西亚华人过年必不可少的美味。很多本地人都会来这里批量采购，囤购整个新年的零食。游客朋友也可以买上几盒，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带回家当伴手礼，都特别合适。磁场街的街头小吃更是不能错过，咖喱面、沙爹、尖蕊、乐沙，每一样都充满南洋风味。逛累了，找个小摊坐下，点一份小吃，配一杯冰镇的罗汉果茶，既能缓解疲惫，又能品尝到地道的本地味道。而且每到下午，这里还会有高装舞狮表演。舞狮队员们踩着高高的木桩，动作灵活矫健，时而跳跃，时而翻滚，技艺精湛。围观的游客们都会忍不住拍手叫好，还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拍照录像，记录下这精彩的瞬间。有时候舞狮还会走进各个商铺，店家们都会提前准备好红包，舞狮临门，寓意着来年生意兴隆，万事如意。整个磁场街都沉浸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氛围里。除了磁场街，吉隆坡的各大商场也会推出各种各样的新年活动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Pavilion Bukit Jalil Piata 举办的欢乐春节市集。从1月15号到25号，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半，这里都会热闹非凡。主题是 Charming Malaysia Celebrate CNY in Style， 翻译过来就是魅力马来西亚，时尚庆新春，既有传统韵味，又不失时尚感。这个市集一共有超过100个摊位，涵盖了美食、年货、手工艺品等各个方面。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各种各样的新年饰品，比如手工编织的中国结、马年主题的挂件，还有马来西亚本地的手工艺品，每一件都独具特色。市集中央还摆放着一棵巨型黄金招财树和一个许愿池，招财树上挂满了金色的装饰品，闪闪发光。许愿池里装满了清水，游客们可以往池子里投硬币，许下自己的新年愿望，据说特别灵验，所以这里也成了网红打卡热点。不管是本地人还是游客，都会来这里拍照打卡，沾一沾新年的喜气。最热闹的环节莫过于百人齐捞七彩鱼生，
捞鱼生是马来西亚华人独创的新年习俗，也是他们过年最具仪式感的活动之一。以前的马来西亚华人都是在大年初七人日这一天，全家团聚一起捞鱼生。但现在过年前市场上就已经推出了鱼生，而且活动可以一直持续到元宵节。这种鱼生以生鱼条或者三文鱼为主食材，搭配腌姜丝、青红椒丝、西芹丝、红白萝卜丝、柚子肉等各种彩色的蔬菜丝和水果丝，摆放在一个大圆盘里，五颜六色，十分诱人。再撒上白芝麻、花生碎、五香粉和胡椒粉，最后淋上特制的酱汁。酱汁里通常含有麦芽糖和酸甘汁，酸甜可口。捞鱼生的时候，大家会围坐在圆盘周围，站起身，挥动筷子，一起把食材捞高。一边捞一边用广东话说捞提捞提捞死，捞到风生水财，呀你好贵啊你。捞得越高，寓意着来年赚得越多，运气越好，心愿越容易实现。现在除了广东话，大家也会说各种各样的贺年词句，比如万事如意、一帆风顺、马到成功等等。小孩子也可以站在椅子上和大人一起参与，感受这份热闹的氛围。在欢乐春节市集上，每天都会有100人一起捞鱼生的活动，大家来自5湖4海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都会一起挥动筷子，分享这份新年的喜悦。那种热闹又温暖的感觉，真的特别动人。市集上还有中马文化交流表演、华乐演奏、24节令鼓、中国传统舞蹈轮番上演。华乐的悠扬，24节令鼓的激昂，传统舞蹈的柔美，每一场表演都十分精彩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有时候还会有马来传统舞蹈和印度舞蹈穿插其中，展现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魅力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小红书打卡专区，线上线下互动，超过100位艺人同网红参与推广。如果你喜欢拍照发朋友圈，来这里绝对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新年大片，还能参与互动活动，赢取新年小礼品。说到吉隆坡的新年亮灯，就不能不提东禅寺和天后宫。这2个地方的亮灯活动是吉隆坡新年最亮丽的风景线。东禅寺的春节灯会从1月底一直持续到2月下旬，整个寺庙都会亮起超过10万盏灯。夜晚的时候，灯火璀璨，美轮美奂，远远望去就像一座梦幻的灯城。今年是马年，寺庙里还布置了各种各样的马年主题灯饰，比如苗马迎春灯、福马迎春灯，造型精美，栩栩如生，每一盏灯都蕴含着美好的祝福。东禅寺里还有一个莲花竹祈福区，游客们可以购买莲花竹，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新年愿望，然后插在祈福区，寓意着来年平安顺遂，心想事成。寺庙里还有很多传统美食摊位，提供素斋和新年小吃。素斋清淡可口，新年小吃种类繁多，不管你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口味。傍晚的时候，夕阳西下，灯光渐渐亮起，寺庙的轮廓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而美丽。很多游客都会来这里散步拍照，感受这份宁静而喜庆的氛围。天后宫的新年亮灯活动从1月21号开始，一直持续到元宵节。这里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起，一串串红灯笼随风摆动，营造出浓浓的传统新年氛围。每天定时都会有舞龙舞狮表演，舞龙身姿矫健，舞狮憨态可掬，锣鼓声、欢呼声交织在一起，热闹非凡。天后宫是吉隆坡华人祈福的重要场所，新年期间，很多信徒都会来这里上香许愿，祈求来年身体健康、家庭幸福、事业顺利。寺庙里的建筑古色古香、雕梁画栋，充满了中华传统文化气息。逛完寺庙，还可以在周边的小巷里走走，感受一下老吉隆坡的烟火气息。除了这些，雪州政府还会在2月7号，也就是周六的下午5点到晚上10点，在蒲种宏苑休闲公园举办新春庆典。这场庆典最大的特色就是以百家米环节取代了传统的捞生，通过捐米和派送的方式传递爱心与祝福，让更多人感受到新年的温暖。庆典上还有多元文化表演，华乐、马来传统舞蹈、印度舞蹈轮番上演，展现出马来西亚各民族和睦相处的美好景象。这里还有亲子活动区，适合家庭参与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手工、玩游戏，增进亲子感情。美食摊位更是必不可少，提供各族特色美食，让你一站式品尝到马来西亚的各种美味。如果大家想在新年期间感受一下高空的年味儿，那么云顶高原的 CNY in the Sky 活动绝对不能错过。
从1月10号到3月3号，这里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新年活动，持续时间超长。今年云顶首次推出了农历新年品牌电影，视觉效果震撼，每天都会在指定时间播放，游客们可以免费观看。除夕夜的时候，这里还会有倒数表演，烟花璀璨，照亮整个夜空，和大家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。那种场面十分壮观。云顶高原上还有舞狮游行、传统表演和互动游戏。舞狮游行会走遍整个云顶度假村，所到之处都能引来阵阵欢呼声。清水岩庙新春市集提供各种各样的年货和美食，你可以在这里买到新年所需的一切，还能品尝到地道的本地小吃。Sky Avenue 花市售卖各种年花和盆栽，金桔、桃花、蝴蝶兰，每一盆都长得生机勃勃，适合带回家摆放，增添新年的氛围。除此之外，云顶世界主题公园还有 CNY 主题沉浸式视频在 Studio Plaza 播放。沉浸式的体验让你仿佛置身于新年的童话世界里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喜欢。聊完了吉隆坡，接下来就来说说槟城。槟城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中心之一，这里的华人新年活动充满了传统韵味，尤其是乔治市古迹区和极乐寺的亮灯，更是每年必看的景点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。槟城的新年没有吉隆坡的喧嚣，多了一份宁静与厚重，每一处活动都充满了文化底蕴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极乐寺的新春亮灯绝对是槟城新年的王炸景点。从2月13号，也就是农历12月念6的傍晚7点举行亮灯仪式开始，一直持续到元宵节，整个寺庙都会亮起超过20万盏灯，场面极其震撼。极乐寺建于1889年，花了20年才完成，后来又经过多次扩建，现在仍然在不断改建。它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佛寺，位于槟城的白鹤山上，建筑风格融合了中国、泰国、缅甸等不同国家的风格。寺内五彩缤纷的建筑鳞次栉比，藏经楼里有万部经书，后院的万佛宝塔设计十分奇妙，塔身素白，塔顶为缅甸式，中层为泰国式，底部为中国式，外形和《白蛇传》中的雷峰塔相似。塔内每层都摆有大理石制的佛像及全身金箔的佛像，四大金刚和弥勒佛相当引人注目，坐立卧姿态各异。石壁上还有许多题咏，一处花屋莲池中央大石块上刻着勿忘故国，是1900年6月康有为手笔，充满了家国情怀。亮灯仪式由6合僧侣主持，宗教氛围浓厚。傍晚6点左右上山，正好可以从日落拍到夜景。夕阳下的极乐寺庄严而美丽，夜幕降临后，灯光亮起，整个寺庙被灯火包裹，美轮美奂，出片效果极佳。不管怎么拍，都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照片。今年是马年，寺庙里还布置了各种马年主题灯饰，造型精美，栩栩如生，和寺庙的建筑相互映衬，别有一番韵味。游客们可以沿着寺庙的小路慢慢散步，欣赏灯光，感受这份宁静而喜庆的氛围。还可以到寺庙里上香祈福，祈求来年平安顺遂。乔治市古迹区的亮灯活动从1月17号举行亮灯仪式开始，一直持续到元宵节。驻槟城总领事周游兵同滨州首席部长曹观友等都会出席亮灯仪式，场面十分隆重。今年乔治市古迹区打造了6尺高的战鼓作为新春装饰主打，2000盏灯笼点亮整个古迹区，打造出灯海效果。走在古迹区的小巷里，两旁的灯笼随风摆动，灯光摇曳，仿佛穿越回了古代，充满了传统韵味。乔治市古迹区本身就充满了历史底蕴，古老的建筑、斑驳的墙壁，搭配上红彤彤的灯笼，既有历史的厚重感，又有新年的喜庆感。逛在这里，仿佛置身于一幅古老的新年画卷中。2月21号，也就是年初5周六的下午4点到晚上11点，乔治市古迹区还会举办2026丙午年槟城庙会。这场庙会由滨州各姓氏宗祠联委会主办，传承者负责策划与协调，主题是解码之旅，旨在传承和弘扬华人传统文化。这场庙会最大的特色就是首次获得了打石街、清真寺的参与，促进了各族文化交流，展现出槟城多元文化的魅力。庙会期间，乔治市古迹区的12条街道都会挂满灯笼，热闹非凡。传统文化表演轮番上演，舞龙、舞狮、华乐、戏曲等，每一场表演都十分精彩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这里还有互动体验区，游客们可以 DIY 红包、印扇子、参加茶道分享会，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新年纪念品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。除此之外，庙会还邀请了全马最小的川剧艺人铜扯铃表演者参与。小艺人们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技艺精湛，他们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。逛累了，还可以在庙会的美食摊位上买点小吃，各种传统新年小吃和槟城本地特色小吃应有尽有。一边吃小吃，一边看表演，那种感觉真的太惬意了。槟城最具特色的新年习俗莫过于初八拜天公，时间是2月24号，也就是农历正月初八的晚上。在槟城各地都能看到拜天公的场景，尤其是信士桥和乔治市氛围最为浓厚。拜天公是槟城华人最虔诚的新年习俗之一，家家户户都会摆出长桌，摆满贡品，甘蔗林立，金珠如山。贡品的种类繁多，有水果、糕点、肉类，每一样都寓意着美好的祝福。拜天公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会点燃香烛，燃放烟花，烟花彻夜不息，整个街头都充满了喜庆氛围。游客们可以走进当地人家，感受他们的虔诚与热情，体验最地道的槟城新年习俗。除了这些，北海斗木宫夜市也会从2025年12月27日持续到2026年2月14日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年货、小吃和纪念品，适合家庭和朋友一起逛，感受节日的氛围。夜市里的小吃种类繁多，既有传统的新年小吃，也有槟城本地的特色小吃。逛累了，找个小摊坐下，点一份小吃，配一杯饮料，聊聊家常，十分惬意。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柔佛新山。柔佛新山的新年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柔佛古庙众神巡游。这场巡游是东南亚最盛大的华人宗教活动之一，吸引着新马两地数万人参与，场面十分壮观。如果你在新山过年，这场巡游绝对不能错过。柔佛古庙众神巡游的活动持续时间很长，农历正月18亮灯，正月19请神座位，正月21也就是2月28号众神夜游，正月22回銮，整个活动流程严谨，充满了宗教仪式感。柔佛古庙建于19世纪末，供奉着5大方言群主神，象征着华人社区的团结融合。这场巡游由5个会馆，也就是福建、广东、客家、海南、潮州会馆联合举办，接近500-600人参与。巡游队伍长达10公里，规模十分庞大。巡游当天，新山市中心热闹非凡。巡游队伍从柔佛古庙出发，途经 Jalan Wang Afuk 等主要街道。队伍中有神教、花车、龙狮舞者和音乐表演。神教庄严肃穆，花车造型精美，龙狮舞者动作矫健，音乐表演激昂动听，每一处都充满了喜庆的氛围。尤其是正月21晚上的众神夜游，数万人围观，人山人海，欢呼声、锣鼓声交织在一起，热闹非凡。新马两地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，感受这份100年传统宗教文化的魅力。逛巡游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当地华人穿着传统的服饰，脸上挂着笑容，虔诚的祈福。那种团结、虔诚、喜庆的氛围，真的会感染到每一个人。除了众神巡游，新山的 Sutarmo 室内年货市场也十分热闹。从1月中旬到2月中旬，这里都会举办年货市场，是新山最大的室内年货市场之一。超过100个摊位和60个品牌参与，一站式购买节日小吃、礼篮和应节商品，十分方便。这个年货市场位于 Johor Jaya 夜市美食街附近。逛完年货市场，还可以去夜市里品尝街头美食，咖喱面、沙爹、煎蕊，每一样都让人回味无穷，适合喜欢逛吃的朋友。如果是带着孩子去新山过年，那么乐高乐园的春节系列活动绝对不能错过。从1月22号到2月22号，乐高乐园都会举办春节相关活动。其中，春节特别活动从2月17号到22号，正好赶上新年假期。乐高乐园将乐高主题与传统中国文化表演相结合，舞龙舞狮、杂技表演和踩高跷艺人互动轮番上演。孩子们可以和舞狮、踩高跷艺人合影留念，还可以参与各种互动游戏，收获满满的快乐。乐园里还布置了各种马年主题的乐高装饰，造型可爱，栩栩如生，是拍照打卡的好去处。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拍照，记录下这份美好的新年回忆。最后，咱们来说说马六甲。马六甲作为历史文化名城，这里的华人新年活动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巴巴娘惹特色。
机场街的春节嘉年华会是每年马六甲新年的重头戏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，逛机场街、看表演、品美食，感受马六甲独特的新年氛围。第36届马六甲春节年景嘉年华会从1月底一直持续到元宵节，地点就在马六甲机场街历史城区。这里是马六甲华人聚居的核心区域，也是马六甲最具历史底蕴的地方。嘉年华会期间，机场街会悬挂2026盏灯笼，树立贺岁牌楼及巨型吉祥物，整个街道被红色包裹，喜庆非凡。除夕夜的时候，这里还会有迎春倒数活动，烟花绽放夜空，和大家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，那种热闹的场面十分难忘。嘉年华会期间，各种各样的表演轮番上演，24节令鼓、巴巴娘惹舞蹈等南洋华人文化节目，展现出马六甲华人文化的独特魅力。巴巴娘惹舞蹈柔美优雅，服饰精美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韵味，让人回味无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中国武术、泉州南音等中华传统文化表演。武术表演刚劲有力，泉州南音悠扬婉转，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有时候还会有马来西亚歌手前来演出，现场气氛热烈，游客们可以跟着音乐一起哼唱，感受这份新年的快乐。3月6号到10号，也就是元宵节期间，这里还会举办元宵节活动，武术龙狮大闹元宵，舞龙舞狮表演轮番上演，还有猜灯谜、赏花灯等活动，热闹非凡。猜灯谜是元宵节的传统活动，各种各样的灯谜挂在灯笼上，游客们可以驻足思考，猜对了还能赢取小礼品，既有趣又有意义。赏花灯更是必不可少，各种各样的花灯造型精美，五颜六色，照亮了整个机场街。逛在这里，仿佛置身于灯的海洋，十分浪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福建春晚还在马六甲机场街设立了分会场，1月10号进行录制，2月17号，也就是除夕晚上播出。这是福建乘台湾乘马六甲首次春晚联动，打造了文化出海特别篇章，意义非凡。春晚录制期间，机场街热闹非凡，舞龙舞狮、武术、24节令鼓、巴巴娘惹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。马来西亚国民级创作歌手阿牛，也就是陈庆祥，也惊喜登场，为春晚增添了不少亮点。阿牛的歌声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，他的登场引来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声，他还和台下的观众互动，一起唱响新年的祝福。这场春晚将在福建电视台、海峡卫视及多家海外华语平台同步播出，让全世界的华人都能感受到马六甲华人新年的喜庆氛围，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。除了这4大城市，马来西亚其他地区也有丰富的新年活动，比如雪兰莪阳光中心从1月中旬到3月3号都会举办新春活动，传统华乐演出轮番上演，财神爷还会亲自到场拜年，给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。这里还有 DIY 红包、印扇子、茶道分享会等互动活动，游客们可以亲手制作新年纪念品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。有时候还会有川剧变脸和扯铃表演，川剧变脸神秘莫测，扯铃表演灵活多变，每一场表演都十分精彩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吉隆坡世贸中心还会在1月30号到2月8号举办龙象世贸中心马年佳会新春虚市，这场虚市也十分热闹。1月30号，也就是周五的晚上7点半到9点，会有夜光舞狮表演，一天2场。夜光舞狮在灯光的映衬下格外耀眼，动作灵活矫健，十分精彩。2月8号，也就是周日的晚上7点半到9点，会有鱼灯巡游，一天2场，各种各样的鱼灯造型精美，栩栩如生。巡游队伍沿着世贸中心的街道缓缓前行，灯光摇曳，十分浪漫。墟市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年货摊位，提供节日商品和美食，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买到新年所需的一切，还能品尝到地道的本地小吃。聊完了这么多活动，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说马来西亚华人新年的一些传统习俗。这些习俗不管是在吉隆坡、槟城还是新山、马六甲都能看到。了解了这些习俗，你就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的新年氛围，感受到最地道的南洋华人新年。除了刚才提到的捞鱼生，开放门户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新年最具特色的习俗之一。这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体现。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，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。过年的时候，华人家庭会敞开大门，欢迎朋友、邻居甚至陌生人到访，共享美食。到
访的客人不需要提前预约，只要带着真诚的祝福，就可以走进华人家庭，和他们一起吃年夜饭、聊家常，感受新年的温暖。餐桌上不仅有华人传统的年夜饭，比如鱼、鸡、鸭、面条等，还有 lemang， 也就是竹筒糯米饭 ，rendang， 也就是腊肉咖喱，和 quick mee wish， 也就是马来糕点等各族特色美食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共享美食，共庆新年，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真的太动人了。穿新衣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新年的传统习俗之一。新年期间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，都会穿上崭新的衣服，象征着新开始、新气象，寓意着来年能够焕然一新，万事顺遂。很多华人都会在新年前特意去买新衣服，衣服的颜色大多以红色为主，因为红色象征着喜庆、吉祥，能够带来好运。发红包也是必不可少的习俗，长辈会向晚辈派发红包，红包里装着压岁钱，寓意着祝福和好运，希望晚辈们来年身体健康，学业进步，万事如意。在马来西亚，红包不仅是长辈给晚辈，有时候老板也会给员工发红包，寓意着来年生意兴隆，员工工作顺利。红包的金额不一定很大，关键在于那份心意。收到红包的人都会感受到满满的祝福。团圆饭更是马来西亚华人新年的重头戏。除夕夜，全家老小都会团聚在一起，享用丰盛的晚餐，这是一家人最温馨的时刻。团圆饭的菜肴都有着美好的寓意，鱼象征着年年有余，鸡象征着吉祥如意，鸭象征着富贵吉祥，面条象征着长命百岁。每一道菜都蕴含着家人对新年的美好期盼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吃年夜饭，一边聊家常，回顾过去一年的收获，展望新一年的美好，其乐融融，温馨无比。还有大扫除，在马来西亚，华人在新年前都会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，把家里的灰尘和杂物都清理干净，寓意着扫去一年的晦气，迎来新一年的好运。大扫除的时候，全家老少都会一起参与，擦窗户、拖地板、整理房间，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为新年的到来做好准备。除此之外，马来西亚华人过年还会准备各种各样的年饼和年糕。年饼的种类繁多，果夹币、番婆饼、小春卷、蜜蜂豆、牙菇片等等。这些年饼源自中国传统的年饼，经过多番演变，结合了马来人、印度人以及娘惹粑粑的饮食风味，变成了马来西亚华人过年的特色味道。年饼一般都是手工制作的，做年饼的人家只在新年前才开炉，不求高速高量生产，却也因此保留了每个人记忆中的手艺和口味。果夹币是过年最常见的年饼，它的名字来自马来文 Kuih Kapit， 有人将它翻译成鸡蛋卷，但并不贴切。它扇形扁平的样子一点都不卷。Kapit 在马来文是压扁的意思，符合果夹币的做法。做饼的人会取一对铁铸的扁平模子，把调好的面糊倒在2块铁模之间，加紧压扁，然后放在炭火上烤，有点像西方烤松饼的方式。但烤出来的果夹币却如一张薄薄的纸，上面还印着铁模上繁复的花纹。烤好的果夹币这时候还是软的，做饼的人必须趁热动手把它对折再对折，把圆形折成1/4，变成扇子的形状。这可是机器取代不来的灵巧活。本地的娘惹还会在面糊里加大量的椰奶，烤出浓浓的椰香味。和中国南方的鸡蛋卷相比，果夹币的面糊更稀，才能烤成薄如蝉翼的厚度，咬一口酥脆香甜，满嘴椰香。番婆饼也是马来西亚华人过年必不可少的年饼，它源自马来人的传统饼食 Kuih Bangkit。因为原料用了木薯粉和香浓椰浆，所以也叫做薯粉饼或椰香饼。经过娘惹巧手改造后，成为华人新年必备的年节食品。番婆饼的原料简单，但做法颇为繁复。先要把木薯粉和斑斓叶以慢火炒熟，过筛后搁几天，等到做饼的时候，再在木薯粉里拌入鸡蛋、糖和椰浆，搓成一枚枚小小的面团，再压进刻有各种图案的木模子里。这压模的活可以让小孩子做，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候。压模后的面团变成了小白兔、小白花、小蝴蝶的形状，粉白色的，十分可爱。烤好的番婆饼口感绵密，一放进口中就会化开，满嘴都是椰香味。华人讲究喜气，还会在番婆饼上面点上一枚小红点，像是春节里绽开的一朵朵小红花。年糕也是马来西亚华人过年必不可少的食物，每逢过年，阿嬷们都不会忘记准备年糕祭拜。新村里的人家家户户都会做年糕，
马来西亚红棕色的年糕源自中国南方，但把垫底的竹叶改换成了南洋随处可得的香蕉叶，让年糕有了一丝蕉叶的清香。年糕有年年高升的好意头，要做得好也格外讲究。糯米要先用石磨磨成米浆，不买现成的，因为老人家都说机器快转的热度会把糯米磨熟，做成年糕就没那么软糯好吃了。柴灶上的大铁锅冒着团团蒸汽，带着甜腻腻的气味，就是家人在做年糕的信号。大人们还会在锅盖上绑着一柄刀子和一串柚子叶，说是为了镇煞，让年糕顺利出炉，把老习俗一直保留下来。祭桌上总少不了年糕，摆在神案上，年糕上都会沾上香灰和竹类。吃不完的年糕还可以把番薯和木薯切片，夹着年糕裹粉下油锅炸，变成一道喷香的美食。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独特的吃法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对马来西亚华人新年的活动和习俗都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。2026年马来西亚华人新年从1月中旬持续到3月上旬，横跨2个月，覆盖了吉隆坡、槟城、新山、马六甲等各大城市，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南洋特色，有庙会，有灯会，有巡游，有市集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习俗和美食。不管你是想感受传统年味，还是想体验多元文化，不管你是喜欢热闹喧嚣，还是偏爱安静祈福，马来西亚都有适合你的活动。最后再提醒一下正在马来西亚旅游或者打算去马来西亚过年的朋友，2月17号到18号是马来西亚全国公共假期，很多景点和商场都会有特别活动，但也可能会比较拥挤，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行程，合理安排时间。逛市集、看表演的时候，记得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注意安全。另外，马来西亚的天气比较炎热，过年期间虽然是旱季，但白天温度仍然较高，大家记得做好防晒措施，多喝水，避免中暑。不知不觉，今天的脱口秀就接近尾声了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帮助，也希望大家能在马来西亚感受到最地道、最热闹的华人新年，体验到不一样的南洋年味。最后，借着马年的喜气，祝大家马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不管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在自己的家乡，都能过一个开开心心、热热闹闹的新年。好了，今天的是是非非脱口秀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